昨天晚上肯定有人来，这王宝钏果然骗我。宝钏，宝钏，爹，郎君你醒了。昨天晚上是我和宝钏救的你。昨天晚上救我的老婆婆叫宝钏。老婆婆，她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吗？不对呀，上辈子我救了殿下，她未必失明。我重活了一辈子，很多事都变得不一样了。这定是宝钏娘家送她的好东西。这里是王婆婆的寒窑，不适合你养病。我和她商量好了，把你接到我那里住。我哪儿也不想去，姑娘，我双目失明，你可别怪刀剑不长。别杀我，郎君，昨天晚上是我救了你。昨天晚上昏迷前确实看到有人。王婆婆她老眼会花的，我怕照顾不周，不如我留下来照顾你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姑娘你请回吧。可是王宝钏，我原以为他是榆木脑袋，没想到他脑袋倒转得挺快的，就是为了能够近身照顾殿下，才在殿下面前装老太婆。王宝钏的名声不好，品行不端，才会处在这四面漏风的寒窑里。郎君，以前骗我。你舌头是不想要了，我让你滚！殿下这寒毒发作，上辈子就是他体内的寒毒突然间发作，让我和他有了肌肤之情。郎君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郎君，你就这样抱着我，就不会冷了？我回来了。你杀人了！我好冷，你衣服买回来了吗？这样吧，先把被子盖好。干什么？他身上好冷，抱着他好舒服。放开我！我居然对一个70岁的老太太有非分之想。别看，乔二丫已经跑了。他要是把咱俩的事情说出去，我们两个都得进猪笼。没人敢把我进猪。他们来了。谁啊？追杀我的人，跟我走。跟我走啊！人就在里面，一把火把这里烧了。哎呀，你终于醒了！你身上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王宝钏屋子里面有男人。什么？你快去找督导来，把他给请出来。薛家媳妇的窑房前几天突然起火，薛家媳妇也烧成灰了。我昏迷多久了？你昏迷2天了。丫头，你身上的伤是谁给你弄的？这王宝钏，她肯定没有死。上辈子殿下提前察觉到有人追杀她，带走了我家被烧成了灰烬。可恶，入住东宫的好事全落到王宝钏的头上。这上面给我出一次的机会，怎么这次太子身体解决不了？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烧糊涂了吗？此机会这一次，不能输给王宝钏。你这样是去哪儿？我要去西凉，我要去找薛平贵。我知道这乱世里面即将发生所有的事情。她在这乱世中翻云覆雨，做这乱世中最珍贵的女人。你先跑吧，否则我们俩都得死。我既救了你，就不会丢下你。我能看见了。哼，老婆婆，原来她长这样。
别怕，已经没事了。你一个瞎子，居然能带着我这个老婆子躲过追杀，你挺厉害。老婆，你看见了？走吧，我带你去京城找大夫治好你的眼睛。老婆婆，我现在浑身好疼啊，我走不动了。上来吧。好香。宝川，你怎么在这？他做什么？他是平哥的表弟，他染病了，我要带他上京城去看病。宝川，上车，我送你们上京城。那就多谢魏公子了。宝川，你又变漂亮了。姓薛的都已经死了这么7年了，可否向我改嫁？亏这个平哥，就算他回不来，我宁愿独中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会在意他亡夫的事？一个文弱的病秧子。宝川，你就走了我吧！你独守空城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就不寂寞吗？魏豹，你疯了！平哥的表弟在这儿呢。在一个死瞎子面前上岂不更加有趣？劳烦医师医治好他的眼睛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买一个橘子就回来。等到他眼睛能看见了，他就会发现我是害他双眼失明的罪魁祸首，到时候我就跑不掉了。什么嫌犯能让金老爷亲自来这儿？看金大人的架势，那嫌犯还没被关进大牢，就会被打断双腿。快看，官兵把嫌犯带走，要处刑了。救人救到底，就算他是一条会咬人的狗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太子殿下，千岁，千岁！太子殿下，老婆婆，你买完橘子回来了？民妇参见太子殿下。既然金兆尹大人已经将殿下找回，那民妇也可以安心的离开了。老婆婆，你救了我，那你的后半辈子就由我来承担。民妇年事已高，只想在自己熟悉的篱笆院子里面安度晚年，不能享殿下赐下的鸿福了。王家的三小姐的脑子坏得很严重啊！姑不是在让你做选择，既然你不愿意享福，那就做个嬷嬷伺候姑。太子殿下这是在玩一场新的新训吗？明知道我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，还让我干这种事。这个太子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。姑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殿下，你的洗澡水放好了。老婆婆，帮我弄哇哦！老婆婆，帮我擦洗身体。殿下，你还是找自己更亲近的人给你擦拭身体吧。老婆婆难道跟我还不够熟？反正他又看不见，刚好可以趁机看一下他的8块腹肌。4块、5块、6块，没想到太子殿下的身材这么好啊！今日你杀了我，来日会有更厉害的刺客来杀你。我不明白，
我是他唯一的孩子，他为何如此害怕我夺走？28年前，大皇子流落民间，皇上他做了一个梦，他说刘皇妃的孩子还活着。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不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的。怎么不看姑的身体了？殿下恕罪。把姑的身体洗干净，姑就恕你的罪。什么？你们怎么可能会和野男人私奔？驸马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用西凉古术一验便知。我也不相信宝钏姐姐会和野男人私奔的。快对她使用西凉古术！我要看到亲眼所见的画面。姐姐应该是被逼迫的。但凡她有点廉耻之心，就该帮我把自己给烧死以死明志。可她偏偏就是跟野男人跑了。平贵，你别生气，姐姐肯定是有苦衷的。我看她就是耐不住寂寞，红杏出墙。平贵，要不然我们把姐姐找回来吧。我肯定要把她找回来。她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已经是这西凉的驸马。我要让王宝钏后悔莫及。狗男人，我的腰都要散架了。你骂姑是狗？没有，殿下你听错了。姑给你寻来了活血去瘀的药。谢谢殿下。姑来帮你揉腰。不必了，我的腰现在一点都不疼了。那是姑昨晚还不够卖力。殿下，我已经嫁人了，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当初我为了一个乞丐和家父3击掌，断绝了父女关系。你的丈夫已经走了10年。殿下，我现在是全京城人的笑柄，我这样年华老去的女人，殿下打算置我于何地？跟姑回东宫。我才不要跟你去东宫呢！我一个人在外面自由自在的，才不要跟你去东宫做伺候你的梦呢。你是王允的女，做姑的良婢，绰绰有余。我绝不做妾。难道你想做姑的太子妃？不愧是王丞相的女儿，野心可真大。我野心才不大，我只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这样的愿望，乞丐可以，殿下你却不。姑平常是不是对你太好，你才敢这么对姑说话？请殿下恕罪。姑罚你，就待在京兆府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还有点，那我带到古代正常使用，把备用电池也带上。殿下，不好了，王姑娘破门跑了。房门上了锁，她怎么可能破门？殿下，王姑娘她功夫了得，门上的铜锁定被她的内力震成了2截。让金兆尹召集人手，全城搜捕王宝钏。是。妈妈，你让我回去好不好？你让我回去。谁让你染上脏病的？混蛋，你就自求多福吧！啊！你是医女吗？救救我！梅毒罢了，这病死不了人。姑娘芳龄几何啊？你给我准备一个干净的房间，我能治好她。好，姑娘同我进来吧。进了病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去。来，把药吃了。王姑娘，你所用的药
和给我做手术的器具我从未见过。我觉得你就像是个仙人，是上天垂怜我，让你下凡来救我的。梅毒在我们那儿不算什么重症。对了，我教你和你姐妹用猪肠子做的套子，你可学会了？王姑娘，3更过后你便离开兰桂坊吧。妈妈她答应你给我治病，就是想把你留在兰桂坊接客。我不想你像我这样堕入苦海。本代，魏公子来找你了。他病刚好，3个月以内不能同房。我这里不养闲人，要么接客，要么滚出兰桂坊。妈妈，你容我去上个妆，我这……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我可以让粉黛3个月不接客，那你得代替粉黛接3个月的客人。不可以，王姑娘，你可是个良家女子。粉黛，我和你一样都是人，不分什么高低贵贱。你真的要让我去接那什么魏公子？这魏二公子乃是朝廷重臣，得罪不起。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你去，要么粉黛去。静，你不是粉黛。粉黛姐姐生病了。你的眼睛像我曾经的一位故人。公子，只要你把这杯酒喝下，奴家就把面纱摘下来。姑娘，真的可以摘下面纱，让我一睹芳容。你什么意思？王姑娘，你怎么不在房间里伺候魏公子啊？魏公子睡着了。妈妈，你要是让魏公子知道自己是一个一盏茶得不到的花架子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哼，你伺候人的本事还挺有一套。我带你去伺候另一间房的客人吧，走吧。姐姐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有你和陛下相认的？薛平贵，他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京城？那是薛平贵的舅舅刘毅。按照剧情发展，8年后刘毅才和薛平贵见面，怎么他们相认的时间提前了？刘毅和薛平贵相认，薛平贵就会知道自己是皇子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客官请慢用，我告退了。慢着，过来，给我们斟酒。慢着，姑娘，你为何不给我倒酒？宝钏，宝钏，宝钏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烟花之地啊？你不也来这烟花之地了吗？能一样吗？我来这儿是为了谈正事儿。你呢？你来这里是干什么？没有想到宝钏姐姐让罗文千人整个人起了妓女啊！我要杀了你的荡妇！我的胸口好痛，心脏像被人徒手撕开了一样，是原主的鲜血在疼你。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一个女人，她等了丈夫10年，2人再次相见，丈夫不问任何缘由，仅凭猜测臆想，就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。宝钏，宝钏她跑了，你怎么不去追啊？平贵，你可是皇子，难道你想让全京城人都知道你的发妻成为千人枕的妓女吗？我马上派人去把这王墨川除掉。舅舅，不可以，宝钏是我的妻子。平贵啊，你现在可是皇子，对王墨川落入烟花之地，这是你人生的污点呐。宝钏姐姐耐不住寂寞，前脚与人私奔，后脚就堕入贱籍。按照我们的大唐律律，应该当众斩首的。舅舅，我现在不想把事情闹大，现在身份特殊，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。你放心吧，舅舅给你处理干净。
殿下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姑在等你。殿下，可否救我？那就看你能给姑带来什么了。开门！我等奉刘毅将军之命，追杀逃犯。还望殿下垂怜。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们要破门了。哼，我就知道这里有人在办事。我们要确认兰桂坊每一个女人的相貌。你出来吧。你们不认得姑，那认得这块令牌吗？殿下，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还不快滚！站住！姑让你们滚！属下这就滚。刘毅的人为何抓你？林父被误认为和野男人私奔了，刘将军要按大唐的律法处置我。何止是私奔，你还把野男人始乱终弃了。殿下打算如何处置我？跟姑回东宫。这间房收了吗？这间房卑职不敢收。为什么不敢？太子殿下在里面办事儿，我们不敢打扰。太子殿下在里面，那宝钏肯定也在。太子殿下怎么会和宝钏在一起？我保他与人私奔，肯定是太子殿下。你认识太子殿下？我不能在薛平贵面前暴露我重生过。官民把整个兰桂坊都搜了个遍，唯独这一个房间没有搜。我猜，宝钏姐姐肯定在这个房间。太子殿下怎么能看得上宝钏这种妇人？若是宝钏进了这间房间，太子定会把她赶出来。何人在姑门外喧哗？草民拜见太子殿下。糟了，太子殿下若把我给认出来，会不会把我给杀了呀？他的长相为何和父皇如此相似？你是谁？草民乃一介商贩，若是今日惊扰了殿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滚！草民这就滚。他明明是我的弟弟，气场却如此微弱。终有一天，我要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一切。平贵，你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哥哥，那你为何不与他相认啊？嘘，我的身份不能声张。当年张郡除掉了和我的母亲，才让他的名字错上。如果现在被太子察觉，他一定不会饶了我。这一世，只要我能成为薛平贵的女人，我就能问鼎后位。为什么？宝钏，为什么欺骗我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心会痛。宝钏，什么？太子从兰桂坊带了一个女人回东宫？回禀娘娘，那位姑娘姓王，名宝钏，是王丞相的女儿。那不就是鼎鼎有名的为了嫁给一个乞丐，跟王丞相断绝关系的那个疯女人？简秋，我的头好痛。娘娘，奴婢叫小娥。太子给了王宝钏什么位分？殿下还未给王娘子位分，但王娘子进东宫归置，以良帝之礼来办。一个嫁给过乞丐的妇人，也配做太子侧妃？去叫2个见习嬷嬷，好好管教2天。是。
这个菜娘子已经夹过3回了，不能再夹了。你怎么能打人呢？老奴奉皇后娘娘之命来教导娘子宫中规矩，这戒尺是皇后娘娘赐给老奴的。你莫不是姓荣吧？不能争执老奴姓荣。这盘菜我没夹过。娘子吃的已经够多了，请让老奴把这些都撤下去吧。我还没吃饱呢。这么好的菜可不能便宜了王宝钗。他根本就没命在东宫享福，我们把这些菜都吃了吧。1天了，2个教习嬷嬷把王宝钏调教的怎么样？回娘娘，2个教习嬷嬷吃了午饭后腹泻不止，现在他们还在茅厕里蹲着。传王宝钏，让本宫来对付他。皇后娘娘正在梳洗，王娘子请在这里跪着，稍作等候。皇后这是要给我下马威呢？王娘子，难道你是想抗旨不成？封建。娘娘，王娘子已经跪在外面了。让她跪上一个时辰。太子殿下，你总算来了。殿下，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殿下了。爱妃似乎变重了些。那是因为压在臣妾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，你可千万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好，那你嘴边的东西是什么？臣妾只不过是偷吃了2块糕点而已。那姑要把你嘴角清理干净，才能为你做主呢。太子殿下来了。太子，你向本宫请功抱这个女人，这成何体统？去拿些活血化瘀的药来。是。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以后只在东宫里报答。太子，你怎可如此荒唐？还是回东宫再揉吧。这话应该儿臣问母后，母后怎可如此荒唐？竟然罚宝钏跪在东门外。王宝钏初到宫中，本宫这是在教她规矩。母后折腾姑的人，那岂不是毁了母后贤良的名声？母后以后不会了。那就罚小娥在宫门外跪上一天。好。儿臣总不能罚母后在宫门外跪上。别问你们2个人，这个伤昨天晚上就有了。你昨天晚上怎么会有伤？我忘了，昨天晚上你让我跪在床上。以后除了姑，谁都不能让你下跪。你人还怪好的。奴婢还用去宫门外跪着吗？你给我个面子呗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朕听说东宫的宫女在罚跪，朕就过来看看。皇上，臣妾是在教王娘子规矩。王允之女，
朕听说已经嫁过人了。父皇，宝钏已与他的先夫和离，这是他的和离书。与陈泽做事真是滴水不漏啊！强我入东宫，连和离书都伪造好了。太子打算给王娘子一个什么样的位分呢？儿臣想给宝钏请封太子妃之位。万万不可！一个二婚的妇人怎能入主东宫？母后，历朝历代皆有二嫁或孕育子嗣的女子入宫为妃为后，儿臣想迎娶王丞相之女做太子妃，这有何不可？她早已与王允断绝关系了，她现在就是一介民妇，而且她的先夫是个穷酸的乞丐。皇儿，你若娶她为妻，定会叫天下人耻笑的。那皇后以为该给王允之女一个什么样的位分呢？给她一个正九品的凤仪之位，算是她高攀了。王允之女与其父断绝父女关系，视为不孝。不孝之女连进入东宫的资格都没有，九品凤仪之位，她根本就不配拥有。父皇，1个月内西凉使臣入朝，太子表现出色的话，朕倒是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您这般对待王丞相的女儿，若是让王丞相知道了，这个王宝钏是朕在外失散多年的大皇子的发妻，若是她在东宫有了名分，朕将来如何向大皇子交代？皇上想得周到。朕的大皇子才德兼备，不仅成了西凉的驸马，而且还掌握了西凉的大权。朕要立大皇子为臣，这个王宝钏交与大皇子处置即可。皇上命。恭迎西凉驸马。王丞相，本驸马还缺一个下马正，可否托本驸马下马？你可是大唐的丞相，怎么能去给西凉人做下马灯呢？西凉驸马也是我的女婿，今日他为议和之事而来，为了两国百姓，我就随了他的愿吧。贤婿，谁是你贤婿？我已派人去武家坡接宝钏前来京城了，很快，宝钏就能和贤婿团聚了。王丞相的消息可真是不灵通啊！你的乖女儿王宝钏已经跟野男人私奔了。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她不仅私奔，还出入烟花之地，招客来访。这是我的和离书，我们两个人的情谊就此一刀两断。贤婿，你和宝钏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等你见到你的乖女儿，还在乎王家颜面的话，就该将她请出冷宫。皇上，西凉驸马入住行宫了。朕今晚要设宴款待大皇子，也把王宝钏送到大皇子身边去，这是朕送给大皇子的第一份礼物。皇上有令，命你今晚为西凉驸马奉酒。皇上这是在故意刁难我呀！若抗旨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皇上旨意，民妇不敢不从。他对他的前夫还念念不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看来王宝钏跟了太子，什么都没有捞着。宝钏姐姐，你进宫当宫女了？公主和驸马成婚多年，宝钏在这里祝二位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的心脏又开始疼了，是原主的残念在作祟。你看薛平贵和代战都生了一儿一女了，而你苦守寒窑10年，除了老去病弱的身体以外，一无所有。我还以为宝钏姐姐不同意我跟平贵在一起呢。我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呀？哟，这不是二丫吗？今日是以何身份坐在这儿的呀？我现在是驸马的贵妾，昔日武家坡的乔二丫已经死了，我现在的名字叫乔欣，是驸马给我取的新名字。宝钏，
我倒酒。心儿，没事吗？川姐姐，你太不小心了，把酒给洒到了我的手上。王宝钏，你竟然敢欺负心儿！这好端端的，我为什么要欺负他呀？你是不是记得我成为了薛平贵的贵妾，没有想到薛平贵现在是西凉的驸马？我后悔的是没能早点与薛平贵和离，一个一走就是10年，在外头娶妻生子、抛弃发妻的人，应该被千夫所指，万人唾弃。王宝钏，你竟然敢这么说我！男人三妻四妾不都正常吗？我给平贵都生儿育女了，平贵心里一直都有宝钏姐姐。你别说这种话，我恶心。皇上，这王宝钏一介草民，现在对西凉的驸马和公主大不敬啊！王宝钏，朕是在给你机会，让你与薛平贵重归于好，你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皇上，我已将和离书交给了王女，我与她再无半点。废人好好自己妻子，对大梁更有归属感。往后，朕要再安排其他重臣嫁给他。王宝钏当众冒犯西凉驸马，杖责50。杖责50，宝钏姐姐不死也残呀！依皇上看，不如就在这大殿上杖责姐姐10丈5丈，以久效尤。乔儿呀，我究竟哪里得罪你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我当众被打屁股？宝钏姐姐，你说话可真的粗野呀！这杖责50下，你的腿会受不住的。我以为这是为了保全你的身体呀。驸马觉得王宝钏该如何处置啊？皇上，本驸马的爱妾说的也是，我也不忍宝钏受50廷杖，不如就当众轻轻责罚罢了。来，宝钏姐姐，你给她服个软啊！宝钏姐姐，你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住手！太子，你是要为王宝钏求情吗？既然西凉驸马已当众说明他与王宝钏已经和离，那儿臣再次向父皇请旨，册封王宝钏为太子妃。堂堂太子殿下竟然祭奠本驸马的女人，你与宝钏也毫无关系，凭什么说她是你的女人？她曾经是我的女人，她就永远是我的女人。即便今天我不要她，明天她也只能被沦为弃妇。宝钏姐姐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。太子，你太胡闹了！皇上不会下旨册封我为太子妃的，你现在提这种要求，只会引我上身。姑知道父皇不会同意，姑站在这里就是要向所有人都证明，姑要娶你。他如若不同意，姑也有其他办法。顾家，父皇，我保护你。殿下，你受伤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护你周全。西凉驸马，你好像比姑更在意皇上的安危啊！父皇，跟我走。难道这群刺客的目标是你？你先走。那你呢？你跟我一起走。等我解决完这群刺客，你就来追我。我的玉镯应该也能储存这个世界里的东西。这么重的钟，别看我在变仙法。我说了我会变仙法，你相信我说的话吗？信。要把这么美的仙女紧紧拴在怀中才行。空降皇上。太子的伤势如何呀？皇上，太医说太子的伤势过重，已经无药石可医，殿下他只能在床上等死了。小孙子，王宝钏，这条白绫是朕赐给你的。皇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若是太子身故，你就为他殉葬，朕追
太子妃。谢皇上恩典。狗皇帝比薛平贵还狠，原主起码当了18天的皇后，他这次太子妃，狗皇帝可真是会空手套白狼。你就好好陪着太子吧。凤皇上，皇上走了。你别起来。你可千万别信父皇的话。你若是自裁，父皇就能帮薛平贵抹除道义上的污点，薛平贵就不会受世人诟病，王云也不会对父皇心怀芥蒂，就会对父皇忠心耿耿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没有人比我更明白生命的可贵了。姑若是死了，你会不会找别的男人？会。你，所以你别死，你给我好好的活着。薛平贵还对你有几分情谊，你为何不回到他身边去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只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倘若你给不了我，我也会离开你。你还真是个薄情又重情的女子。你可知道，薛平贵除了西凉驸马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身份。他的身世我当然知道，他是刘妃之子，你的哥哥，皇上的大皇子。我当时跟你离开寒窑的时候，把他给我的玉佩落在了寒窑里，他拿着玉佩去和刘义将之音相认了。姑一开始也并不知道你的先夫就是薛平贵，这场刺杀明显就是冲着姑来的。姑若是死于这场刺杀之中，薛平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上太子。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还等着做你的太子妃呢。你的志向能不能稍微大一点？姑要把最耀眼的皇冠戴在你的冠冕上。你先好好的养伤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现在还受着伤呢。姑要让你看看姑的实力。皇上送的白绫可得收好了。这白绫在姑的手里只有一个用途。皇上赐的白绫是这么用的吗？姑要感谢父皇赐的白绫，才能让姑看到仙女的另一面。今日送到寝殿的银丝炭我今天送来。王娘子，东宫内已经没有银丝炭了，那就让上宫局把银丝炭送来。如今西凉驸马携家眷住在宫中，皇上有令，为了展现我大唐待客之道，所有东西都要先供西凉驸马选用。皇上真是迫不及待。这是今日太子的亲事。太子正在养伤，上食局就让他吃这种东西。上食局也接到了皇上的命令，所有山珍海味都送往西凉驸马那边了。你下去吧。我这里可什么都有，狗皇帝休想把我和太子饿死冻死。来吃东西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牛排，我亲手做的。这刀不锋利，用过的匕首吧。谢啦。好吃吗？你喂的，这牛肉别有一番风味。你身上中了寒毒，我今天晚上多给你加一床被子。跟着姑，让你受苦了。这和我在寒窑比起来，算不了什么。王娘子，待战公主邀请您去前宫一叙。别去，早晚都是要面对的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那你自己吃，吃完哟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以为待战公主请我过来是来赏茶品花的。心儿染上了怪病，需要用武家坡之血方能医治。荒谬！若心儿不能及时得到医治，就保不住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婉川姐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留肚子里的孩子吧，只是取一点血而已，对你的身体不会有太大损害的。若不想献血，会怎样？那就别逼我对你服强。薛平贵，当初我可是为了你与我父亲3击掌断绝了父女关系。是我逼你和王丞相断绝父女关系。当初我可没刀架在你脖子上。
真是自古男儿都不惜爱，我当年的真心可真是为了狗。太子卧床不起，不省人事。皇上下令封掉了东宫所有凤，你耐不住寂寞，往上太子大腿，现在可后悔了。我只后悔没有早一点离开黑影。谢宝川，你别和平贵闹脾气了。若你肯给希儿治病，我可以看在往日情分上，赏你一口饭吃。想要让我献血，必须要恢复太子府所有应得的俸禄。真不知道太子平贵好在哪里，能让宝钏姐姐如此的偏袒东宫。我这就去请示皇上，让皇上恢复东宫所有封地。不过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后悔不在太子身上。不用那么多废话，拿刀来，让我给二丫剜一碗血。让我先来把这个东西画。二丫，趁热喝。谢谢宝钏姐姐陪救我一面。好喝吗？听太医说，我的病症需要7749日才方能治愈。若你不肯给青儿继续提供血，我随时通知皇上，停了东宫的费用。二丫，你慢慢喝，我这里的血呀多的是。明明他已过了28年皇，可为何他的身姿比10几年前更婀娜动人了？上官局把银丝炭送来了，今天晚上你就不用挨冻了。你怎么受伤了？我不小心划伤的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要划伤自己？是不是薛平贵逼你？我要是不划伤自己的手，怎么拿回原本属于东宫的凤梨呢？就算父皇断了姑的凤梨，姑也能保你衣食无忧。你没有必要为了姑牺牲自己。我才不是为了你，我是想看乔二丫喝猪血。什么？痛！你不是为了姑，姑身上的伤口都已经开始痛了。得了吧，你的剑伤早就好了。你打算装逼到什么时候呀？欲要使其毁灭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姑要让父皇为我们俩做嫁衣。殿下，皇上和西凉驸马一同来看您了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参见皇上。哎，太子，你身体虚弱，就别起身行礼了。谢父皇。父皇，您现在跟西凉驸马走的是越发的近了。薛平贵在大典之上救驾有功，又献上了喜令。我叔朕现在已经封他为平西大将军。这西凉驸马的效力是朝廷之福啊！臣希望殿下还能早日康复。太子殿下，太子，你怎么吐血了？父皇，儿臣时日无多了，儿臣在死之前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父皇垂怜。有何心事未了啊？儿臣想在离世之前娶宝钏做太子妃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娶妻生子？朕答应你，即刻下旨册封宝钏为太子妃，1个月内帮你办了。只是你的身体要撑到那个时候啊。谢陛下恩典。多谢父皇，儿臣一定会努力撑到大婚那日。哎，这不是朕前日赐给王宝钏的白绫吗？怎么会在你的床头之上？糟了，昨晚上用那条白绫绑太子双臂以后，我忘记收起来了。儿臣把白绫放在枕边，就是为了提醒宝钏，若是儿臣离世，宝钏就要用这条白绫追随儿臣而去。朕也于心不忍看见皇儿一个人在九泉之下。
父皇，您为何要大费周章地为太子举办婚礼？太子的婚礼极其繁琐，你以为太子还能够承受得住一场大婚带来的折腾吗？原来父皇是为了太子的婚礼极有可能变成他的丧礼。喝不下了。希儿，你要想想，你要不喝，肚子里的孩子就要跟着受罪。对不起，宝钏姐姐，把你给我的血全部都吐干净了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碗啊？我一定会喝干净的。好啊，我的血量大，管够。奇怪，这王宝钏日日放血，为什么她脸色红润，一点都没有失血过多的迹象？劳烦您再给心儿一碗血。皇上已经下旨册封我为太子妃，请叫我太子妃。你觉得你这太子妃之位能住几年？反而比你的皇后长。什么？王宝钏怎么知道自己会成为平贵的皇后？难道她也是重生的？西凉王病重，他现在已经将江国的大权交予你。倘若我还是你的发妻，指不定你还会给我一个东宫的皇后的位置坐坐。现在知道说这话，当初一心投靠太子的时候，有没有后悔啊？让我最后悔的是毁交夫婿，灭诸侯。我上战场都是为了你，偏偏就是娶了王丞相之女，才落得这般田地。薛平贵，你和代战3年抱2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你要他快活的时候，可有想过在寒窑里面吃糠咽菜的我呀？喝吧。谢谢宝钏姐姐，我一定会把它全部喝完。乔娘子的身体在太子妃鲜血的滋养下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她的病真的好了？太子妃再给她5日的鲜血，她的病就能完全康复。太好了，心儿，我们的孩子保住了。不对呀，之前太医说乔儿呀要喝我的鲜血49日才可能痊愈呢。妹妹是不想让姐姐再受苦，所以让太医缩短了治疗周期。不用体谅我，太医说啊，你要喝49日的血，那就得喝满49日。妹妹怕姐姐的身体受不住。我的身体受得住，能治好你怪病的血，又不是出在我身上。你说什么？我之前给你喝了1个月的血，是猪血。你怎么能如此怠惰？你给心儿喝猪血？太医已经说了，他喝了1个月的猪血痊愈了。心儿到底是得了什么怪病？喝猪血就能康复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不是让我把你误诊的事儿传到皇上耳边？驸马爷饶命！是乔娘子她给了老臣500两黄金，让老臣对外宣称他得了怪病。我没有。心儿她是否得了怪病？乔娘子她……平贵，我是真的生病了。就当他得了怪病吧，反正乔儿爷的病喝猪血就能好。王宝钏，你是不是存心的戏弄我呀？你可以戏弄所有人，我怎么就不能戏弄你呢？这喝了1个月的血呀，可不能说停就停。你不是喜欢喝猪血吗？我要不每天给你送2碗，让你喝个够。我肚子好痛。让开！好痛啊！太医，我看这乔儿呀，不可能是这个血还没有喝够，我这就差人送1碗新鲜热乎的。我不要喝猪血，我要喝王宝钏的血。够了！你到底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先退下。是。我买通太医，为的可是平贵你啊！谁知道王宝钏她诡计多端的。你以后不许再找王宝钏的麻烦了。难道你就不嫌弃王宝钏她嫌贫爱富？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宝钏，我不能看见她和太子成婚。你是想扰乱皇上的计划？我是不忍心看到太子和她成婚。太子会死在大婚的典礼上，而你会被皇上立为新的太子。到时候王宝钏她无依无靠的，就任凭你处置吧。
要拧断王宝钏的傲骨，让他低头，让他后悔，让他求着跟我重归于好。我没想过我会成第2次婚。这次婚礼举办的太匆忙，待姑坐上皇位之后，一定给你举办全天下最盛大的封后大典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你的小命。太子身体会不会撑不住啊？你就别替太子操心了，多操心一下你自己吧。本宫有什么好操心的？太子一死，你就会被朕废除后位，我就不该来观礼。我现在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。太子，小孙子，快送太子和太子妃回东宫！皇上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他……说，太子怎么了？殿下薨逝了。回太子怎么回事？太子，这副成何体统啊！本宫要去东宫，见太子最后一面。来人，把皇后拿下！皇上，你为何如此待臣妾？你还记得刘妃吗？刘妃，刘妃当年就是被你这个毒妇所害，害得朕的大皇子流落民间多年。今日朕终于寻回了大皇子。刘妃的儿子还活着？薛平贵就是朕的大皇子。如今太子薨逝，朕要昭告天下，立大皇子为太子，并追封刘妃为皇后。朕要废除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。皇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是臣妾害了刘妃？刘妃薨逝，大皇子失踪的时候，朕就怀疑这一切都是你这个毒妇所为。可是这20年来，皇上依旧与臣妾相敬如宾。皇上明知臣妾是罪魁祸首，还竟与臣妾生下了太子。还不是因为你们吴家势大，朕只能忍辱负重。忍辱负重，当年3皇之争，若不是你许本宫后位，本宫怎会嫁与你？本宫母家助你登上皇位，本宫请你喝下毒酒，以挡群臣。你当上皇帝之后，居然专宠刘妃。这可恶！你就是一个心眼比针尖还要小的毒妇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朕的皇后。皇上，你知道太子身体虚弱，故意让他举行大婚典礼，目的就是为了给刘妃的儿子让位。皇上，我皇儿是你嫡子，我是你3媒6聘的正宫皇后，你今天竟如此对待我们！把皇后拖下去，打入冷宫。待太子的丧期结束，朕就为你举行册封大典。儿臣谢父皇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想求。起来说。儿臣还想见宝钏。你还对王宝钏于情未了，儿臣与宝钏多年情分，对她还是不舍。好，王宝钏就交由你处置。谢父皇。婚礼变丧礼，从高处跌落深渊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见了本太子妃还不行礼？你和那个短命鬼成了婚，就真当自己是太子妃了？我告诉你，皇上已经立我为太子了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我是皇上的大皇子，我的母妃是皇上最爱的女人。王宝钏，看在你我2人昔日情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免你死罪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到我的身边来。你可是在大殿上拿出和离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称和我没有任何瓜葛。我是已经跟你和离了，但是东宫这么大，只要我愿意，就有你的容身之处。你想挽回我，不是想和我复婚。王宝钏，我留你在我身边，是为了让你给我当牛做马的，你别给我得寸进尺。我不吃回头草，你死了这条心。王宝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你是太久没有被男人伤害，才看上这个短命鬼的吧？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，在西战场面多年的我，是不是比那个短命鬼更强啊？你放开我！
薛平贵在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他床上来了。我当初真的是瞎了我的眼，才会看上你这么多。宝钏，你勾引我，竟然还反咬我一口！你是不是对王宝钏还余情未了？是我太仁慈了，我不忍心看着昔日发妻被刺死。可你王宝钏不知道给我下了什么迷魂药，把我勾引到床上。平贵，你是不是想把宝钏姐姐也收入皇宫啊？我要把她放到军营里充当军妓，我倒要看看李承德死了，到底谁还可以护着你？老子在军营待这么久，看到的母猪都想上去搞一下。你别过来！这厮驸马爷赏下的女人，真是人间绝色呀！别挣扎了，省点力气吧，让那整个军营的男人都等着你伺候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过来晚了，你就不该待在如此脏乱无秽的地方。我们快离开军营吧，省得被人发现。这处营帐是属于姑的。你在薛平贵的军中，怎么会有属于自己的营帐？等会儿你就知道。殿下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。孩子？孤身中寒毒，你有了孩子，那寒毒就会传染到你的体内。我现在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个孩子？你是不想要这个孩子的？不是，姑万分的想和你生儿育女，可不是现在。你现在怀上孩子，极有可能会害了你。你要是想打掉我的孩子，我们就和离。你休想跟我，你这一生一世都是属于我。邪王大人，太子殿下邀请您去军帐一叙。待在这哪儿也不去。邪王，恭喜将军入主东宫，相信不久之后，将军便可统一大唐和西凉。孤能在西凉所向披靡，全靠邪王相助。待孤在京城站稳了跟脚，孤一定给你最大的赏赐。这些年来，我扶持薛平贵获得西凉王的信任，却没想到养狼为患。不过和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爪牙斗，这才有意思。将军，我现在就想要一个赏赐。邪王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将军送我一个女人。哈，别说是一个女人了，就算是10个、100个，孤也给你。你送我这么多女人，我也无福消受，我只要一个。邪王是看上这营帐中哪个军妓了？刚才我经过玫瑰营，发现里面的女人叫声格外的好，我就想要玫瑰营里的。在玫瑰营帐里伺候士兵的，不就是王宝钏？邪王想要女人，孤可以给你准备含苞待放的女子。可这玫瑰营帐中的女人早就被怪病玩烂了。我就喜欢玫瑰营里的薛平贵，你是不打得起我。邪王身上的气场太害人了，每次和他说话，我都觉得自己矮了他一截。邪王想要，本王怎么能不给邪王呢？孤只是担心邪王的身体罢了。我就问你一句，玫瑰营里的女人，你给还是不给？给！我这就派官兵送到邪王帐中。薛平贵，这一次是你亲手把宝钏送到我身边来的。待孤一统江山后，孤第一个就杀了你，去一介草寇，仗着自己有几分才华，就敢在孤面前放肆。这王宝钏不应该出现在玫瑰军营里面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邪王看上他。这王宝钏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男人一个一个的都败在他的身躯之下？邪王也并非等闲之辈，他这人有个怪癖，喜欢折磨人。曾有细作对他使用美人计，他将那细作的4肢砍去，丢进那粪坑里，整天与那臭虫相伴，整整折磨了81日才死去的。这邪王这么可怕，那王宝钏他会不会？宝钏她也活不了几日。宝钏，很快你就会哭着来求我了。
邪王一个人在这里单独喝酒多么没有意思呀！不如让宝钏姐姐给我们舞上一曲解解闷，如何？宝钏她会跳舞吗？这宝钏姐姐她可是相府的3000金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宝钏，你就给邪王跳一曲吧。我可以给邪王大人舞一曲，但是只有舞蹈没有配乐，我就像是在演哑戏。不如就让代战公主和乔娘子为我伴舞。我们可是太子的嫔妃，怎么可以给你做配乐？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我想看宝钏跳舞，也想听太子嫔妃自舞。代战，心儿，你就为宝钏伴奏吧。平贵，我可是太子侧妃，代代是太子妃，我们怎么能给她做配？你们二人若是让邪王高兴，我重重有赏。那就依平贵所言，我们与宝钏合奏一曲吧。来人，拿琴来。我要让你在嫔贵面前摔出一口吃屎！我的琴声被笛声掩盖了。为何你的眼睛里只看着别的男人？我已经是这大唐的太子，在你眼里还不如一个江湖莽夫吗？太子侧妃的琴声不堪入耳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心儿，你琴技平平，怎敢登大典？平贵，我的脸都受伤了。太子侧妃之所以受伤，就是因为琴艺不精。不如就让太子侧妃每日抚琴5个时辰，精进琴艺。每日抚琴5个时辰，只要1天，乔二丫的10根手指就会血肉模糊。就按邪王所说，你今后每日抚琴5个时辰。代战，你也需要精进琴艺，你就每日抚琴2个时辰。平贵，你可知道每日抚琴5个时辰，我的手会变成什么样子吗？让你练琴是为了不让你在大典上出丑。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乡野婢妇？等我生下了皇子，我就会成为整个大唐最尊贵的女神。殿下，春宵苦短，草民就先告退了。邪王慢走。也能自称为王？邪王掌控民间势力，西凉和大唐的商贸来往都被他把持住。等国正式掌握西凉和大唐的大权，邪王就没有任何作用了。平贵，该就寝了。邪王营帐中有什么动静吗？你怎么还想着听人的墙角？姑是不希望邪王太过残暴，这样有损姑的威望。邪王营帐进了个女人，守在外面的士兵倒也没有听到鬼哭狼嚎的声音。看来是王宝钏把邪王伺候得很好，让他享受到了人间极乐的滋味。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竟然看上了王宝钏这种荡妇。平贵，你现在已经是太子了，没有必要再想他了。往后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，王宝钏只不过是你脚下的一粒尘埃而已。还是你最了解姑。立储大典那天，把王宝钏传进宫吧。你是不是还对他想什么呢？姑是要让王宝钏看到姑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我要让她后悔莫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秦王，太子妃有令，邀请王宝钏进宫，观立储大典。我正愁没有你们进宫呢，代战这就给我送请帖了。今日皇上要给薛平贵举行立储大典，姑想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我是你的妻子，又不是宠妾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姑是担心你的身体。
宝宝也说要和他的爹爹共患难。姑不要你们共患难，姑只要你们母子安稳无忧的生活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战邀请我来参加薛平贵的立储大典。你都被多少人给玩烂了？你就算是跪在薛平贵面前哭晕过去，他都不会要你的。待会儿在薛平贵的立储大典上，先哭出来的人，指不定是你哦。我说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？哎，好啊，那我们就看一看立储大典上谁会是第一个先哭出来的。皇帝诏曰：皇长子李温为中儒省事，朕敬告天地，宗庙授予册宝，以李温为皇太子。宝钏，你现在肯定后悔和那个短命鬼私奔了。谢父皇，儿臣接旨。皇上，臣有个不情之请。丞相说来听听。臣自请将王宝钏送入东宫，给殿下做牛做马，任凭殿下取舍。王丞相，我与王宝钏已和离，你莫要拿着往日情分来讨好姑，不会给你这个面子。臣不求殿下能给宝钏一个身份，臣只愿宝钏能做东宫最下等的宫女，一辈子侍奉殿下。这王允怕是姑当上太子后会报复于他，就想献出女儿，免得他往后受罪。王宝钏，你是否愿意跟姑回东宫，做最低等的萨少宫女？宝钏，这是太子殿下赐你的恩典，你还不赶快谢恩？王宝钏若是做了宫女，我就可以肆意的折磨她了。臣女是二皇子的正妻，岂有进大皇子宫中做宫女的道理？二皇子已宾天，难道你也要宾天吗？我听闻皇上曾赐予你一条白绫，来人，把白绫给我拿上来。王宝钏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，要么拿上白绫去追随你的二皇子，要么你就跟我回东宫，我最下等的撒手宫女。宝钏，你莫要不识抬举，殿下已给了你一条出路了。究竟给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宁愿死也要追随他？他比你好千倍万倍。我给你机会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封你正四品太子梁元。你能不能给我更好？就是这么给脸不要脸！大哥，莫要对姑的太子妃动手。不是说前太子已经宾天了吗？我这是见鬼了吗？前太子若是还活着，那皇上今日册封的太子又算是什么？李承哲，你竟然还活着，让你失望了，姑还活着。恭喜父皇，寻回失散多年的大皇子，可姑还活着，这太子之位就没有变动的道理。你为何杀死了欺骗朕？你这是欺君罔上！几个月前，姑奉旨出巡，不幸遭遇埋伏，身体中了寒毒。这寒毒会导致出现假死的状况。太医刚想禀报皇上，可皇上却就下旨立新太子了。既然身中寒毒，就该潜心休养。见过大事，就交由大皇子吧。若姑体内还有寒毒，姑自然会退位让贤，将太子之位交由皇上。可现在，姑体内的寒毒已经清除干净了。这不可能。父皇，你怎会知这寒毒不可能清除啊？朕是担心皇儿的身体，选太医为二皇子把脉。父皇，如若太医检查出儿臣身体没有寒毒，您将如何？毕竟大王不可能留下太子。先让太医给你把把脉，若是你体内的余毒尚未清除干净，就好好养病，莫要再操心国事了。太子的身体如何？是否还有余毒？二皇子脉象稳定，与常人无异，不像是中了寒毒的样子。你们再仔细给我瞧瞧。回皇上，太医院所有太医都为二皇子诊过脉，二皇子身体很健康。若他中过寒毒，那肯定已经痊愈了。朕听说中过寒毒的人会影响生育，若是二皇子无后，那皇家的血脉绵延就得靠大皇子了。皇上，臣女已经有了二皇子的骨肉。太医，为王宝钏把脉。宝钏，你这个贱妇！皇上，王娘子确实怀孕，
朕究竟该立哪一位皇子为太子啊？陛下，自古以来立嫡不立长，二皇子乃皇后所出，臣以为应立二皇子为太子。上京皇后谋害刘妃，是导致大皇子流落民间的罪魁祸首。朕以为长幼有序，朕既寻回了大皇子，就应该立大皇子为太子。朕已将张敬皇后废除，并追封刘妃为皇后。如今大皇子才是朕的嫡子。皇子想干什么？休得放肆！母后因妒谋害刘妃和皇家子嗣，视为不行。可皇上谋害皇家子嗣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要胡言乱语。那这份密诏是皇上亲笔写的。朕钦点龙陵尉，以噬骨寒毒，除太子承责。这密诏上有父皇的亲笔盖章，这该不会是有人强迫父皇盖上去的吧？咋子让说什么？为何皇上看起来如此慌张？这密诏是真是假，让众百官一验定。密诏？什么密诏？李承哲，朝堂之上竟如此无礼，赶紧给我下来！父皇，皇兄让我下去，那我就把这份密诏给大臣看看。站住！究竟要朕怎样，你才肯毁掉手中的密诏？儿臣哪敢教父皇做什么？跟你母亲一样，让人讨厌。朕年轻的时候受制于你母亲的娘家，如今朕老了，又被你掣肘，朕这个皇帝当得真的是窝囊啊！父皇，您现在走了弯路，只要您把这弯路给掰正了，儿臣依旧侍奉您，给您尽孝。李承哲，我让你下来，你没有听到？皇兄，殿上拔高，你可知你犯下的是死罪？我这是保护父皇。等二皇子倒下，你的死期也就透了。哎呀，你现在就可以酝酿眼泪了。大皇子，把刀放下。父皇，我这就派人把他压下去。不准动弹！你给我跪下，给朕跪下！承泽呀，朕差点就以为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二皇子一出生，朕就将他封为太子。这些年，二皇子的仁德、专心都看在眼里。大皇子却又流落民间，还不懂宫中礼数。既然二皇子平安无恙，他依然是朕的太子。皇上，今天可是大皇子的立储大典啊！什么立储大典？这分明就是封王大典。朕要封大皇子为端王。皇兄，还不赶快领旨？谢父皇。朕希望太子和端王兄友弟恭，和睦共处。这是自然。皇兄不懂宫中的规矩，孤会好好教。段王妃、端王侧，你们二位还未给太子妃行过礼吗？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妃。端王妃行的礼不够标准。太子妃，你可以派教习嬷嬷教端王妃宫廷礼。她根本不配当什么太子妃，她前些日子还在玫瑰军营里，这玫瑰军营的士兵们还等着她回去伺候呢。这玫瑰军营的士兵们还等着她回去伺候呢。玫瑰营那不是军中妓馆吗？太子妃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？这进过玫瑰营的女人确实不能做太子妃。这王宝钏肚子里怀的孩子肯定是个野种，太子殿下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那你说，孤的太子妃是怎么进入玫瑰营？是大皇子他……住口！大皇子，你为什么要打心儿？王宝钏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玫瑰金营，这都是你一个人的臆想。你疯了吗？把平贵送王宝钏进玫瑰营的事捅出去，对平贵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没一句哄。自从心儿妹妹怀孕以后，她就经常失眠多梦。她刚刚只是把莫须有的事情当成了现实，还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对不起，是我记错了，请太子爷恕罪。
正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端王侧妃是打心底里瞧不起太子，才会弄到这些。太子殿下，看在心儿有身孕的份上，就饶了他。端王侧妃怀有皇家子嗣，孤也不想伤及她的性命及腹中胎儿，那就请皇兄掌嘴50下，尽孝义。来人，拿戒尺。皇兄的侧妃还是由皇兄自己。求太子爷饶命！掌嘴50下，我的牙根本被打掉的。代战愿意替端王掌嘴乔事。端王妃不通大唐礼仪，站在旁边观不就好？不愧是从小浸淫在权谋州的东宫太子，玩弄权术可真是有一套。让我打心儿的脸，这每一下，实则都是打在我的脸上。这个人可真够狠的。谁敢伤我的心上，我一定让他们尝到酷刑的滋味。太子，本王已掌嘴50下了。辛苦皇兄了。皇兄还未正式拜见过孤的太子妃。拜见太子妃。见过端王。父皇，您准备将端王安置在宫内，还是在宫外为他另建府邸？朕希望端王能留在朕的身边尽尽孝，就让他住永安宫吧。永安宫离东宫很近，以后就让端王的妻妾天天来东宫给太子妃请安。你可真会折腾人。我折腾人的手段，不是没见过。我不去。孤体内的寒毒真的痊愈了，可自从孤有了寒毒以来，就没能找到根除寒毒的办法。回太子殿下，太医院的医官们以为您好毒，都未在你体内发现寒毒的迹象。只是前日老臣为太子妃娘娘号脉，发现她的脉象怎么了？像极了您初中寒毒的时候。你说什么？臣以为您体内的寒毒已转移至太子妃娘娘体内。那可有办法根除太子妃体内的寒毒？我要让太子尝尝这法式糕点。若想根除，快速且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流掉太子妃体内的胎儿。殿下，您体内的寒毒由胎儿转移至太子妃娘娘体内，虽未毒发，只是因为胎儿月岁尚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胎儿慢慢长大，这寒毒必将蔓延。如果滑胎，它也会影响到宝钏的身体啊。殿下请放心，太医院定为太子妃娘娘开最好的黄药。你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世上，可你的父王却不想要你了。可是宝钏很想要这个孩子，那如果等宝钏把孩子给生下来，再为宝钏治疗寒毒，殿下不可呀！如若不除掉寒毒，太子妃必将在生产当日雪崩而亡。生在帝王家，孤的双手已经沾染了太多鲜血，难道现在还要让孤沾上自己孩子的鲜血？这九羽寒毒是皇室秘传绝学，唯有皇帝知道如何制毒，或许只有皇上可能知道怎么解毒。你的意思是让孤去逼宫？臣罪过，臣无忤逆之心呐！是不是只有孤当上了皇帝，才能知道如何治疗寒毒？太子殿下，或许您可以问问皇后，当年皇上用这寒毒诛杀平王，这下毒之人便是皇后娘娘。本宫听说你成功从大皇子手中把太子之位夺回来了。太子之位从未从孤的手中离开过，何来从大皇子手中抢回太子之位这一说？本宫这儿生来就是太子，本宫还等着你荣登大宝之位，将本宫从这鬼地方接出去。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刘妃、皇上，最后都斗不过。孤这次来找母后，是为了寒毒一事。宝钏有孕，孤体内的寒毒跟随胎儿转移到了宝钏身上，母后可有解毒之道？待孩子降生之事，好好调理身体便是。太医说了，如果宝钏生产，那她体内的寒毒就会遍布全身，最终她就会血崩而死。
区区一个女人，太子你登上皇位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姑只要王宝钏一个。我就知道你的心肠还是不够硬。如果宝钏和皇嗣之间只能二选一，姑会选宝钏。本宫知道你的心肠不够硬，所以那日你将王宝钏带入东宫之时，本宫就没有阻止你们圆好。母后，你早就知道姑体内的寒毒会转移到宝钏身上。当年你父皇还与我离心的时候，就告诉我解除寒毒的方法。男子若是中了寒毒，最为简单，只需日夜交媾，将寒毒传给女子。当那寒毒凝结于女子体内，在女子怀下孩子，男子体内的寒毒便会清除干净。你竟敢算计姑！母后是为了你好，你可知道你现在体内的寒毒即使清除干净了，你也很难再有子嗣啊！王宝钏体内的孩子可能是你唯一的血脉，皇儿，你难道真的为了一个女人打掉你今生唯一的血脉？姑会去向太医院寻来最好的堕胎药，会伤及宝钏性命的孩子，姑绝不会留。太子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知道打掉你唯一的血脉，你将面临什么吗？往后你的太子之位将不再稳固。子嗣是国之根本，大皇子子嗣无忧，往后群臣只会慢慢的向他靠拢，而你呢，只会沦为一个被废除的太子。今大唐江山于你而言唾手可得，打掉王宝钏肚子里的孩子，大唐江山将与你永远失之交臂。姑知道，姑如果没有了子嗣，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但是为了宝钏，姑就算失去这江山，她又有何妨？你给我回来！站住！本宫还有化解王宝钏体内寒毒的方法。母后此话当真？本宫还等着你登上皇位，把本宫接离这冷宫。本宫绝不允许你逝去太子之位。母后快说！母后一开始不说这方法，是认为你做不到。第二，伤及你的身体。第三，母后于心不忍。母后，你快说清楚，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解开宝钏体内的寒毒？区区你的心头血入药，你要承受3个月的剜心之痛。乖，你别生气了。本王已经不叫薛平贵了。夫君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明明太子之位已经到我手里了，为什么李承德一出现，父皇又把位置还给了他？二皇子是从小被皇上看着长大的，皇上偏心二皇子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我和父皇失散多年，他更应该偏待我才是啊！王爷，你来干什么？臣妾知道本王今天在大殿上受了委屈，臣妾前来给大王出主意了。你那榆木脑袋能给本王出什么主意？今天在大殿上，我们所有人都听到了，二皇子他中了寒毒，会影响子嗣。这王宝钏又怀了他的孩子，皇上所以才把太子位还给他。这王宝钏怀的孩子肯定是二皇子唯一的血脉，要是王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这二皇子又无法再育育一个皇子，那么太子之位还会落在王爷的手上。说的倒是轻巧，这王宝钏的孩子能说没就没。臣妾愿意为王爷效犬马之劳。好啊，若是你能帮本王把王宝钏的孩子除掉，本王就还你侧妃之职。谢谢王爷。退下吧。心儿要对太子妃肚子里的孩子动手，若是被发现了，我们是要受牵连的。乔欣在大殿上受尽了屈辱，今天来我这里只是为了挽回颜面。事情成了，他就是本王的福星。这事情若是败了，也与本王毫无关系。还是夫君想得周到。太子妃万放金安，你们起身吧。以后没有什么事情，就不用天天来给本宫请安。感谢太子妃。听闻太子妃最近喜甜，我和希儿妹妹一起做了这盘酸甜可口的酸枣糕，请太子妃品尝。端安妃有心了，端安妃先回去吧，我和二丫有话要说。是。你随我来。上辈子你是寒毒入体而死。太子妃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
上辈子你在武家坡被太子所救，而后随太子入了东宫。本宫想知道你究竟因何而死。果然，你也重生。本宫在问你话。你染上了寒毒是吗？我没有染上寒毒。你怎知本宫染上了寒毒？因为我知道解除寒毒的方法，就是夜与人交互，待珠胎形成，太子身上的寒毒就会转移到女体身上。你以为你怀了龙种就能够万事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王传，不可能活到太子碰到大宝的时候。当你肚子里的孩子生下那一日，就是你雪崩而亡的那一时。那上一辈子你究竟因何而死？在我入太子府的1年之后，太子因为感染寒毒暴毙而亡。我被送入了感业寺，常伴经历。我不甘心自己的大好年华就这样白白的在感业寺里面浪费，我便和感业寺里的一名士兵私奔。在私奔的路程中，我们被发现，士兵为了逃命，将我推下了去。我的魂魄在人间游荡了数十年，估计是上苍可怜我，让我重活了一世。当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回到了18岁的年纪。我就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活得比上一辈子好。你明知太子深受寒毒，寿命只有1年，你为何还选择喝寒药救太子？我在人间游荡的时候，我知道了清除寒毒的方法。我原本打算给太子多找几个女人，以便清除他体内的寒毒，这样子薛平贵就没有办法。我也知道能够证明薛平贵身份的玉佩就在你的身上，只要我把玉佩给拿走，薛平贵就不可能提早与刘玉家人相认。我只需要薛平贵在与刘玉家人相认之前帮助太子荣登大宝，那么我就是大功臣，皇后之位非我属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也出手了。你不甘心苦守寒窑18年，夺走了原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你在和太子离开寒窑的时候，把薛平贵给你的玉佩留在了寒窑。当我捡到那枚玉佩的时候，我相信这是上天在指示我，让我帮助薛平贵早一点与刘玉将军相认，夺得太子之位。那枚玉佩是我故意留下的。既然我选择离开寒窑，那我就不会带走任何与薛平贵有关的东西。你以为你傍上了太子，怀上了龙种，就能够万事无忧了？你没我活得久，就是个蠢蛋。你以为日日与太子交好，他就是宠爱你？他只是在利用你，将体内的寒毒转移到你的身上罢了。既然上一辈子太子没有将体内的寒毒转移给任何女人，他在寒毒的折磨后暴毙而亡，那么这辈子我相信他也不会知道与女子欢好会转移他体内的寒毒。王宝钏啊，上辈子你不懂薛平贵，这辈子你不懂太子。这帝王心是天底下最难懂的心。这辈子与上辈子不同，薛平贵与我相似，提早了8年与刘毅将军相认。太子有了危机感，他唯有尽快化解寒毒，才能稳坐自己的太子之位。上辈子你为薛平贵牺牲了自己的容颜和性命，这辈子你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。你又一次的成为了帝王们成就自己宏图伟业的牺牲品。你的魂魄在人间漂泊数十年，难道就没有找到根除寒毒的办法？有，告诉我。你怀孕已有月余，就是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没有其他办法？还有一个办法，你体内的寒毒是太子带来的，用太子的心头血做药引，短则3个月，长则1年，此毒方可解。但是这样子，太子也因为心力衰竭而亡。我这样告诉你呢，就想给你说，伤害皇嗣是死罪，损伤太子的性命也是死罪。早死晚死都是一死，你还不如晚一点死。这怀胎10月，你还能多活10个月。这样子待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你还能多看孩子一眼，这样死也值得了。二丫，我们做个交易吧。你拿什么跟我做交易？起码现在我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而你只是一个在失宠边缘的王府小妾。若不是你在武家坡截胡了太子，我这辈子可能活得不如上一辈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凭你的智商，让你多重活几世，你也和荣华富贵沾不了一点。王宝钏，你现在是在求我做交易，你是不是得拿出来一点求人的态度？小红，
可知带有毒的糕点入东宫是死罪。不可能，这酸枣糕是无毒的，我怎么可能蠢到在这盘糕点里面下毒？你是不是在这张纸上做了手脚？是不是想要陷害我？这普通的糕点当然不会影响试纸变红。这个糕点里面含有大量的酸，才导致了试纸变红。但因为制作糕点加入了大量的糖，如果不用试纸测试，光吃糕点是尝不出里面大量的酸味的。我和代债只想送你一盘糕点，怎么可能在里面下毒？你可知道现在是吃蟹的季节？皇上刚刚赏下鄱阳湖的大闸蟹，这蟹肉与酸性过高的食物一同食用，会导致蛋白质变高，轻则腹痛腹泻，重则食欲中毒，呕吐不止。我一个孕妇若是吃了你们的糕点，再吃上皇上赐下的蟹肉，肯定要见红。到时候可没有人怪罪皇上赐下的蟹，只会降罪于你和端王妃，而你不过是一个失宠的妾室，不就是这场祸端的替罪羊吗？只提要送你一盘糕点，他问我是做红糕点好，他不会做大糖的糕点，我就教他做了酸枣糕。你现在可明白自己的处境？薛平贵和代债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他们自己的人，他们只是把我当做了替罪羊。你现在明白也不晚。说吧，你要怎么获罪？你知晓多种根除寒毒的办法，在你做鬼的这些年，可有见过制作寒毒的药方？你重活一世，还是选择救太子，与他结出一世情缘？我想你应该有很大的把握清除掉太子体内的寒毒。你应该知道制作寒毒的方法和用心头血入药的解药秘方。你把制毒的方法和心头药的解毒秘方写给我。你能给我什么？我能保你的性命和稳固你撤妃的位置。我要端王妃的位置，不能让代债再有机可乘。好，不出3个月，我会让你坐上端王妃正妃之位。拿笔来。你以为你知道了制毒的秘方和解毒的方法，真的有任何的作用？太子心头血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。本宫一个医化学双学位博士，本宫不信用科学的方法还治不了这神乎其神的寒毒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本宫送你出去吧。好，有太子妃送我出宫，我看谁还敢动我一根好。星儿，我等你好久了。端王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干什么？星儿，你为什么要撞到太子妃？明明是你太子妃的。你别碰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太子殿下，我不是有意撞太子妃的，是端王妃的。我没有。星儿，你的天师宫女就在你的身后。看的可是清清楚楚。小桃，你可看见是王妃撞了我？奴婢没有看到王妃撞到强娘子，奴婢看到的是强娘子你突然之间狠狠撞到了太子妃，把太子妃撞倒在地。小桃，你端王妃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孤的太子妃若有什么3长2短，孤要用你们的血来清理东宫的地砖。太子妃身体可有不适？子妃方才受了惊吓，臣已为其开了安药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你身体可有不适？宝宝没什么大碍，是我自己把自己吓到了。你手怎么这么冷？那你给我护护手，它就不凉。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孤这就将乔氏拖出去找。乔二丫和代战还跪在门外吗？他们怎么说？乔氏身边的宫女指认是乔氏突然撞了你，才害你跌下台阶。乔二丫她没有撞我。宝钏，你不能对加害你的人心慈手软啊！加害我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但这次害我摔跤的幕后主使，应该是代战。乔氏确实不承认他有害你之心，指认是端王妃突然撞了他，才导致他撞到你身上。
但乔氏身边的宫女一口咬定，她并没有看到端王妃撞到乔氏。这样的小把戏，殿下应该见惯了吧？只希望殿下不要伤及无辜的人。那个乔氏才不，他之前在大殿之上，还企图毁坏我们宝钏的声誉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只要把幕后主使控制了，他的爪牙就再也不能侵犯你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好些了吗？本宫从西凉带了几位巫医进京，本宫愿意献上巫医为太子妃保胎。端王妃不必如此着急。本宫跟太子妃是旧相识，我们曾情同姐妹。如果你真把太子妃当姐妹，那大皇子怎么可能做得上你的父母？都听听太子妃身边的太监都看到了些什么。太子妃在送乔娘子离开大殿的时候，端王妃突然撞向了乔娘子，才导致乔娘子在猝不及防之下撞上了太子妃。伤害太子妃的罪魁祸首应当是端王妃。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，太子妃摔倒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在太子妃身边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东宫的太监在说谎？这个太监我刚才看到过他就在太子妃不远处。你的宫女亲眼看见，是你故意推倒了太子妃。也就是说，乔氏身边的宫女和我东宫的太子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在撒谎。来人，将乔氏的宫女处以廷杖之刑，打到她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殿下不要打奴婢，奴婢招了，是奴婢在撒谎。那你为何说我？是端王妃让奴婢撒谎的，你血口喷人。是端王妃赏赐给奴婢的金饰，在奴婢房间的枕头箱还有不少端王妃赏赐给奴婢的金饰。端王妃还让你做了什么？端王妃还让奴婢每日向她汇报乔娘子的一言一行。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待我的。作为主母，在小妾身边安插眼线，这有何不妥？端王妃还让奴婢做假证，死咬是乔娘子撞向了太子妃。那事实是什么？事实就是端王妃故意撞到乔娘子，才导致乔娘子撞到了太子妃。这奴婢是乔氏的人，她为了乔氏污蔑我。来人，将端王妃给我押入镇刑司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大皇子的正妃，是西凉最尊贵的公主。安胎药已适宜入口，过来给你们药。殿下，你的脸怎么这么残破？估计那具演武场奔波了一天，所以脸色看上去有些疲惫。这药怎么有一股腥味？这是太医开的安胎药，里面加了穿山甲的肉，所以闻上去有股腥味。你屏住呼吸喝下去，估计给你满鼻剑齿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才不要吃东西。那你想要什么，姑都给你。我能不能不喝这碗药呀？我怕苦。不行，这碗药你必须喝下去。好了，乖，听话。我不想喝。你有完没完呀？你真的用自己的心掏血入药给我喝，李承泽，你真的是个疯子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用心头血入药，不出3个月，你的身体就会垮掉。从来没有人对你这样好。你
这样做只会让我越来越离不开你。夫君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我要你长命百岁，我要我们的孩子能平安健康的出世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近日天气转凉，姑可能染上了风寒。来，把安胎药喝了。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，怎么还要吃药呀？你身子骨弱，安胎药一直喝的。你若不肯乖乖喝药，姑可就要用强制的手段了。殿下，我可以把这碗药喝了，但是殿下你要许给我一个奖励。好，你想要什么，姑都能给，姑的命都能给。今天是中秋节，这碗药喝了以后，殿下可否陪我去逛一下灯会？姑还以为你要姑为你上刀山下火海。你把药喝了，姑就带你出宫。喝完了。在宫外就不用称呼姑为太子了。谢谢夫君。卖糖葫芦嘞！我想吃糖葫芦。好，你站在这别动，我去给你买糖葫芦。殿下，后会无期。若我没有办法活下来，请把我忘了吧。老板，给我来上糖葫芦。好嘞，公子是给自己家小孩买糖葫芦吃啊？我家娘子爱吃。你家娘子多大了还吃糖葫芦啊？我家娘子即便七老八十了，她也是我的宝宝。宝钏，宝钏，宝钏！参见太子殿下。找到宝钏了。禀殿下，锦衣卫已在京中各处搜寻，现在还没有太子妃的下落。快去找！如果你们找不到太子妃，就提头来见姑。是。姑把宝钏给弄丢了，她为何要离开姑？她是不想要姑的吗？殿下，您3日未曾用膳，这是上食爵为您熬了3个时辰的乳鸽汤，还请您用一下。殿下，锦衣卫已在京城掘地3尺，还未有太子妃的下落。一群废物！朕要出宫，亲自去找她。殿下，您不能出去。本宫手下好不容易瞒住了太子妃出逃的事，您若出去，皇上那边肯定有所端倪。太子妃已经失踪3日，你不能再坐以待毙。殿下，太子妃身患奴色出逃，乃是死罪。趁着皇上那边还不知道此事，殿下临幸其他女子，让东宫的女子尽快怀上疑似。姑要临幸谁？轮得到你来指点？奴才不敢，那是奉皇后娘娘的命令来劝说太子殿下。母后是在冷宫里待得太清闲，姑这就去给她找点事做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精心为您挑选的西凉武技。朕的后宫里也不是没有西凉武技，这些西凉武技除了比朕后宫里更年轻貌美之外，还有何不同啊？这些西凉武技不仅擅长武技，更能在父皇的九手楼房上展现精湛的气势。还是大皇子甚懂朕心，将这些西凉武技通通冲入朕的后宫，朕倒要试试他们的西凉奇术究竟有何了得。哎，今日怎么都不见太子来向朕请安呢？太子殿下忙于朝中事务，听闻前段时间去河南赈灾，后又赶去越州治理水患。现在朝中文武百官无一不称赞太子殿下勤政爱民。这个太子太不顾及朕的颜面了。若是父皇想念太子殿下，不如让太子妃进宫陪你叙叙旧。朕和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传召太子妃在行殿门外候着，等朕试完了西凉武技的奇术，再找太子妃入宫。
传召太子妃与勤政殿变圣。劳烦公公来东宫一趟，可太子妃身体不适，无法面圣。皇上说了，若太子妃身体笨重，不便行动，那就用轿子把太子妃抬去勤政殿外。娘的肚子月份大了，真的不宜外出。放肆！既然太子妃不肯进东宫，那老奴就带人进东宫，就算是夺，也把太子妃夺出来去见皇上。不准进！阿王，太子妃不在东宫。太子妃难道跟太子出宫了？太子妃怀有身孕，太子又要去越州治水患，太子是不会让太子妃舟车劳顿的吧？去查太子妃到底去了哪里。是。宝钏姐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外面的钟声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皇帝驾崩没法丧之时。什么？皇帝驾崩了？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这皇帝正值道圣之年，怎么会突然驾崩呢？皇帝驾崩，那太子和端王免不了有一场恶战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哎，宝钏姐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回宫。可你说过，你要等解药研制成功，你再回家。而且你也说过，你这段时间研制出来的解药还不算完美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要是再晚一些回去，我的孩子怕是见不到他爹爹了。孤要见父皇。太子殿下，来迟了，父皇已经冰天了。听闻今日早朝之后，端王向父皇进献了几名西凉武技。父皇日理万机，我奉献几位西凉武技，是为了让父皇好好享受享受。你进献给父皇的7名西凉武姬全部被处死，端王为何在父皇死后大开杀戒？父皇还未享受，他就已经冰天了，我就把这些西凉武技全都给他带下去。欲盖弥彰，这皇椅可不是你能碰的。当我坐上这个皇椅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，我就感觉在这龙椅上已经坐了很久很久。李温，你莫不是失心疯了？宣文武百官进殿吧，让他们来决定，你我2人谁更适合坐这皇位。太子无事，又曾中过寒毒，后面很难再有指示。而本王膝下有一子一女，本王的侧妃也即将临头，恳请太子殿下为了大唐江山社稷，把这皇位让。请太子退位，上贤于端王。太子无后，将动摇国本，请太子退位，辅佐端王登基。谁说孤无后？孤的太子妃肚子里就有孤的孩子。据本王所知，太子妃已经不在东宫，而且5个月不见了。太子无后，怎能继承大统？请太子退位，请太子退位让贤。孤从出生起，父皇就封孤为太子，这太子之位，万万没有传给端王的道理。太子要断送我大唐江山，众卿该如何处置？欲获大唐者，当诛之。来人！你若不肯把这皇位给我，在你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来人，传太医。徐太医，你告诉这里的所有人，父皇驾崩的原因。回太子殿下，皇上他是因马上风死于京津身亡。徐太医还看到了什么？我在皇上寝宫看见一名西凉武技，汤王拿着箭走进来，一箭把武技给刺死了。你就是父皇的催命，众爱卿还要拥护这样的弑父之人吗？老臣相信端王的为人，太子之言乃是在污蔑端王。莫要如今唯有端王的出身能统治全南，我等却奉端王之意。我等却奉端王之意。我等却奉端王之意。本王走7步，太子若还不愿意写下让我的诏书，我只能用非常手段来匡扶我李唐江山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诛杀太子李承哲！住手！
宝钏，我就知道你舍不下我。你是算准了我在皇上驾崩之后？不，我在赌，我赌你心里有我。你为什么离我而去？你知道这100多天我是怎么过的吗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腹中怀有太子的骨肉，太子并非无子嗣，而能乱臣贼子，还不速速缴械投降？王宝钏，你不是吴家独孤，你怎么能进到皇宫？是你把他带进来的。段王，太子继承大统，名正言顺，你为何要做乱臣贼子？你知不知道谋反太子将会牵连整个段王府？我就是竟然敢背叛！我当初就不应该提早让你和刘毅交下去。拿下李温！朕才是皇帝，朕才是这大唐的皇帝。我在梦里梦到骑着红鬃马去找你，我在梦里梦到你在寒窑苦等我18年，梦里梦到当上了皇帝，我册封你为东宫皇，代赞为西宫皇后。这一切都是在梦里。宝钏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，我要生了。太医，刘太太。太子妃怎么样了？韦伯说太子妃身体虚弱，使不上力气。太子殿下不能进去，产房是脏地方。用力，用力。宝钏，殿下，您不能进来呀！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够先把孩子取出来？再这样下去，宝钏身体会承受不住的。陆老师能让孩子尽快生，可这样孩子会没命的。先不管孩子，都要保住宝钏的命。太子殿下，宫里除有个保大人，不保皇室的先例啊！若皇室无法保住，老子的脑袋也保不住了。就是宝钏也3长2短，你的脑袋照样保不住。太子殿下，别为难外婆，臣妾一定会平安把孩子生下来的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快去我的心头血，给宝钏做去除寒毒的药。殿下，臣妾不需要你担心，臣妾可以把孩子平安生下来。宝钏，是不会让你一个人。臣妾不会离你而去，臣妾只是权力了不同的生活。太子殿下，太子被烧了，圣皇子。宝钏。你哭了。看个画本还能把自己看睡着。宝钏，宝钏，为什么我会流泪？为什么我的心脏会这么的疼？宝钏，宝钏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册立王宝钏为皇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。谢皇上，谢皇后。皇上打算何时扩充后宫？朕有语言。